这个整个旱溪排水重点在于它非常的让民众可以亲近，以近自然工法的方式，兼顾到民众居住在河川旁边的安全。从规划设计到施工中，都一直跟在地的去做这个研商，然后我们去修改。那每一个人认为这条河川的整治不是政府单位完成的，而是大家一起努力的。那公部门跟私部门，我们其实是要互相合作的。所以我觉得那个感动是在每个人不同的角度，然后一起去看待这个河流，都去思考说我们可以怎么样沟通协作，然后让这个河流的环境是可以比较恢复一个原始的平衡的一个状态。志荣池它以前本来是旱田，有时候黄昏或者蓝天白云的时候，它就可以把天空或者夕阳倒映在那个湖面上面，所以他们取了一个名字叫映彩湖。刚好它旁边也是在种空心菜，然后空心菜的台语叫做映彩，几乎一面倒的就是取映彩湖。那因为让他们知道说，其实水利工程跟名字一样，可以不用这么的舍利。需要透过这种环境教育的过程，让城市的居民了解，而不要再把河川当做一条可以收纳、帮我们解决废水排放，或者是很多人都把垃圾直接丢到河川里面去。那其实河川里面它是充满了生命力，我们希望让更多人了解，它是跟我们共存在这一个台东盆地里面。就是希望是说，台东市可以在市区内就有一些点是让人家可以感觉到真正的自然。政府单位它是花一点点的管理，但是民众在那边是在就沿着，他会认养，然后就做很多事情。那这样协同起来才会成功嘛。觉得河川其实如果说维持它的生态，可以让民众愿意去认识它们，大家会觉得我们自己的河川、我们自己的土地是非常棒的。建议就是说，在我们做这些防洪工程的时候呢，尽量是保留生态的工法哈。一只黑面琵鹭存在的意义，在大家的耳朵里跟一只麻雀是一样的。NBS 这层面来讲，应该讨论是 landscape 以上的问题 ，landscape 到 ecosystem 这个部分的层面的问题。NBS 要去解决的问题是我们的栖地到底能不能够回来，重点还是在于栖地的部分。现在台中市已经285万的人口，所以慢慢我们的辖区，整个旱溪排水，它肩负的不只是一个防洪，或是说景观，那跟人民的那个生态或是经济的活动都有一个很大的关系。近几年更有 NBS 这个理想，我们慢慢的往它去接近。自然解放的一个定义，那是在这个保护、保育、富裕以及永续利用，还有这个管理自然或经改造的这么一个陆域、水域、海岸以及海洋的这个生态系的一个行动，要有效的来调试回应社会、经济以及环境的一个挑战，那同时带来人类的福祉跟生态系的这么一个服务，那韧性以及生物多样性的一个多重效应等等。城市型的这个流域有别于其他不同的流域，它有很大的复杂性，也就是它场域的关系是非常多元，时间跟空间，还有它本身这个场址，一个溯及往来探讨未来很重要可以发展的一种方向，以及可以共同治理，讨论出在全球这个自然解放趋势底下后续的一些发展的方向。自然解放它就要有可以清楚对应的问题跟目标，防洪治理为最优先考量，慢慢开始导入一些休闲游憩、水岸的生态的环境，也透过公民的参与，然后来凝聚一些的共识。它如果要实施、要落地，我一定是从小的地方开始慢慢做、慢慢累积，那它也可以去带动多元的治理，然后这个跨部门的协商，还有调试管理跟主流化。如果全面把这个就是砾间处理厂把它打除的话，我觉得这个气流量就会很大的问题。河道里面你会没有气流量，借由这个砾间处理，净化之后有一些气流量。总之啦，我们就是要减碳跟再利用，那想办法让整个工程来永续。NBS 其实需要的是时间，由时间去观察它的增量，才有办法去证明说这个东西是符合的、可监测、可衡量、可评估的方法。我们用洪泛管理的方式。因为那个地方的所谓的栖地环境，它的价值远远高于防洪的价值Nature Base 首选其实真的，我觉得真的是要回归就是针对我们自己珍爱珍惜的东西，应该是倾毕生之力，就要好好的善加维护，就要把它维持得非常非常洁净。